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台北武道会のロバーツと申します。大家好，我是台北武道会的 Roberts，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深夜道场。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我们月底呢会到东京，跟我们的宗家一起到东京武道馆做一趟演武，那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那我们这一次的演武的活动大概有3天，前2天我们会在东京做一下基础的练习，还有一些训练。那第3天呢，我们就会到东京武道馆来做演武。那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可以参加这次的演武的旅程。那这次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我想把这次我们去演武的过程呢，也拍一个简短的 YouTube， 让大家了解一下去日本演武呢，我们大概需要做什么准备，还有在演武的时候呢，大致的情形是怎么样。那现在我也必须要稍微整理一下我的东西了。我们准备要搭晚上的飞机前往东京。那基本上呢，大家就知道我们要去演武的时候一定要带我们的刀，所以这次呢，我会带上我的居合刀。好，那这居合刀是没有开封的哦。如果要带去日本的话，最好都不要携带开封的刀剑，通关上会有蛮大的问题。以及我们到时候演武组太刀的时候，我也会带一把我的木刀过去做组太刀的演武。那以及我也会带上一把我的短刀，以备不时之需。好，那这短刀里面当然不是金属的，是木头的，所以就没有这个通过海关的问题。那相信大家都没有真正携带刀剑上飞机的经验。那基本上呢，如果我们要携带我们的我们练习和表演用的这个居合刀到日本的时候，我们上飞机呢，我会建议大家准备一个硬的长的箱子，我会建议大家准备这个硬的长箱。那这个长箱呢，也跟着我去日本了好几次啊，你看已经有点波罗了。大家可以猜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箱子呢？其实我在台湾这边，我发现最好的这种长的硬盒呢，其实我们是使用钓鱼竿箱。你们在网络上搜寻钓鱼竿箱的话，应该就可以发现很多这种长形的箱子。打开的时候，它有很多分层，那里面我有放一些泡棉，防止我的刀剑被撞到。好，所以这个钓鱼竿箱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哦。那所以说，你们如果真的有携带刀剑到日本的话，也可以考虑看看这种箱子，非常的好用，也很耐用。缺点的话，可能有一些是没有锁的，那你就记得说自己去买一下锁，然后把它这个拉链把它锁起来。那当然，刀剑带上飞机之前呢，你需要再多买一件大件的行李，或者说多一件额外托运的行李。有些航空公司呢，你除了托运一个行李可能还不够，需要加成这个大件行李。那因为每一个航空公司的规则不一样，所以可能到时候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带刀剑去日本的话呢，你就稍微留意一下航空公司的规定。那到时候到航空公司，你把托运行李送上飞机前呢，应该会做一个 X 光机嘛。那我会建议大家就记得要把这个东西呢打开，让他们看说这个是没有开封过，非常安全最好就说是运动器材，那就一切都没有问题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流派我也会携带一些到时候我过去的必需物品，临时用的箭袋。OK， 临时用的箭袋我可能要背去训练的场地用。像我们柳星绕志流的话，我们有一个这个柳星的 passport， 那里面有记载我的一些在我流派里面的一些资讯，还有我的段位。那这个本本的话，我也是每次去的时候我要把它带着，到时候它会在我里面做记录基本上我也会带一件我的剑道服。那这个是在练习的时候，因为练习会流蛮多汗的，所以我会带一件剑道服练习的时候使用。那当然我会演武的时候，我会使用我的和服。那我带了我另外一件和服过去，先把它洗好了。那还有我的珠扳大家记得穿和服里面一定要配珠扳哦，就是里面还有多一件这个内衣。OK， 然后我另外再多带一件我的哈卡玛。比较演武的时候，我们都用比较浅色的哈卡玛，然后这是有条纹的。我们也可以带一下这个足带 ，OK。那足带的话，在场地里面使用是非常好用的东西。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足带可能比较麻烦的话，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比较现代的
那最近我非常推荐的这一双，这一双比较现代的这个足带，那基本上都可以穿出去使用。那穿出去使用的话也蛮好用的，它下面是有这个胶底的，非常棒，非常推荐。这个应该在东京的一家店，那详细的资讯也许我可以把它打在下面，有兴趣的人自己去东京看哦。那我也会带一个比较正式的欧比。这个质感比较好的欧比，到时候演舞的时候使用。然后呢，大家如果记得穿和服的话，也要记得准备你的 Tasky 哦。这个 Tasky 穿和服一定需要，应该需要2条。那大致上去练习或演舞需要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啦。那主要的话，我们的衣服、和服、我们的刀剑都带上了，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我个人的话，我还会带一个我的小扇子。我的小扇子，那真的有时候日本太热的时候拿起来扇一下是，真的是非常凉快的哦。就是非常好用的小物，推荐给大家。我这个小扇子大概是在浅草的时候买的，浅草有很多这种小扇子店或者是和服店，非常建议大家去浅草逛一下。不免俗的，我一定要带上我的玉珠印章了。OK。这是我个人算是个人的兴趣了。那因为日本的神社它都有这种玉珠印，可以让你去收集，所以我个人呢已经累积了好几本这个玉珠印章了。基本上去日本我一定都会把它带在身上。那只要我去神社参拜的时候呢，我就让神社帮我写一下玉珠印，代表我去这个神社参拜过。如果需要的话，你们最好也把刀油带上，练习完之后最好再上次油。然后如果你预防你旅途无聊的话呢，带一本书带一本书在路上看也是蛮不错的。那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书的人，大部分的书的经典我都会把它读一次，尽量都让自己都看过。那最近的话我在看这一本，这是小泉八云写的《幽冥》，非常有意思的主题。那基本上我看了一半了。那如果之后等我看完有什么心得呢？也许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基本上呢，要带的东西不多啦。那大家就记得说，如果你要带刀剑的话，一定要准备一个硬盒来带它。行李的话，至少要多加一件托运行李哦。那有些航空公司呢，会把你这个托运行李，一定要你用成加大型的大件行李。因为每家航空公司可能不一样。那接下来我就要打算把我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那我们就搭凌晨2点的飞机飞日本咯。好，那我们就日本见咯。我把我东西都开车。哈鲁，你说你要去啊？跟哈鲁说拜拜，等回来之后再跟哈鲁见面。凌晨2点，我们就到了桃园国际机场，准备前往东京了。那有点小插曲的是，以前我们去东京的时候，居合道基本上只会检查1次，就让我们放行了。那这次呢，感觉机场的检查有比较严格哦，所以我们大概检查了2到3次。但我们也发现，也有些人他们检查次数没有我们那么多，可能每次的状况都不一样。不过最终我们还是顺利出行。接下来我们到东京之后呢，我们也顺利出关了。那我们就搭乘 Skyliner 前往东京上野。那我们会再转车前往滨町。那这次我们会在滨町的运动中心的武道场呢进行前几日的击鼓练习，所以我们这次就租了滨町附近的东横印新大桥前这个比较近的旅馆来进行击筑。那也让大家欣赏一下旅馆望出去的夜景。我们就开始准备这几天的练习咯。
这次我们到兵丁运动中心的武道场来进行这几日的击鼓练习。那我们这次练习也很开心，有我们的石作老师、木村老师，还有我们的陈海老师一起加入了练习。那前几日的击鼓练习呢，针对我们使用的技法，还有身体的运作，石作老师跟木村老师呢，也都进行非常耐心、详细的解说。那我们就一起来进行训练咯。那在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演武当日的排练了。接下来到演武当日，我们就到了东京武道馆。子琪，大家应该一起在这边拍一下。对啊。东京武道馆算是日本2个非常大的武道馆之一，那主要是在武道推广的部分。那东京武道馆还有很多的场馆，首先有大武道场。那这次我们的演武就会在这个大武道场进行。
还有公道场。那当天公道场也有在进行公道的竞技比赛。让我们来看一下公道的英姿哦。在我们演武之前呢，也有一个太鼓的表演。欣赏了太鼓表演之后，开始准备演武的上场。一开始是我们的木刀术伊罗哈乌吉，那这次渡边中家让 Ed 老师跟我一起做了伊罗哈乌吉的示范演武。木刀术伊罗哈乌吉可以说是我们流行入门最基础的组太刀的训练，可以训练彼此的肩合、受流、Tenno Uji， 还有反应的训练。接下来是木刀组太刀龙双月，在我们流派中，龙双月这个技法呢，会训练你跟对手之间出招的顺序，并且让你学习 Sen no Sen、Sen、Go no Sen 这3种不同出招的时机以及获胜的机会。接下来我们会做木刀组太刀 Omote 的表演，它可以训练2个人之间的反应以及肩合，更重要的是技法的练习。接下来就是我们居合的演武咯。那居合的演武我们分成 A 组和 B 组，分别会进行各种不同段位的技法演武。
这次居合 B 组呢，就由我柳克 Ed 老师、柳志，还有子琪、优流来进行做居合高段的技法演舞。最后的演舞呢，由史作老师还有我们的陈海老师进行居合的技法演舞，配上渡边宗家的笛演奏，气势磅礴。这次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陈海老师、史作老师，还有我们的渡边宗家。如果没有各位老师的协助，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东京武道馆呢来进行这么盛大的演舞。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老师。那也有这次的机会呢，也让我们大家呢都获得了更多的成长，真的是非常难得的经验。也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才有这次宝贵的经验。当然，在演舞之前，我也跟刀文协的高森先生呢一起去逛了皇居。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次皇居的参访当中呢，竟然可以看到天皇陛下还有皇后陛下一同出巡。这次呢，我们也想要到皇居的东御苑来进行一些参观，但主要的呢，我们想去东御苑的卖所去买我们想要的钱包，是非常棒的钱包哦，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我们也顺便去参访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呢是日本非常重要的神社之一，所以我们这次呢也趁皇居参访的时机呢，也顺便让高森先生带我们去参观了靖国神社。能舞台呢是日本传统在神社里面进行能剧表演的地方。那我们也趁闲暇之余呢，到神保町古书街。神保町是一个值得你细细品尝、阅读以及挖宝的地方哦。如果你喜欢各种古老的书籍，建议你可以到神保町这边来走走。这次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还有亲切指导我们的实作老师陈海老师、木村老师，还有渡边宗家，让我们这次的演舞呢可以顺利进行，并且有了这次非常难得的体验。期待我们下次日本相聚在一起演舞哦。那也谢谢大家观看到现在，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咯，谢谢大家。